我绝对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财富绝不能使人类进步。真正的快乐是对生活的乐观，对工作的愉快，对事业的热心。你要知道科学方法的实质，不要去听一个科学家对你说些什么，而要仔细看他在做什么。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求学有植树，春天开花朵，秋天结果实。探索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可贵。成功等于艰苦的劳动加正确的方法加少说空话。没有想象力的灵魂，就像没有望远镜的天文台。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可信任的。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现与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人所具备的智力仅够使自己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自己的智力是何等的欠缺。如果这种谦卑精神能为世人所共有，那么人类活动的世界就会更加具有吸引力。推动你的事业，不要让你的事业推动你。如果一个想法在一开始不是荒谬的，那它就是没有希望的。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过弯路，犯过错误，并不是坏事，更不是什么耻辱。要在实践中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生命会给你所要的东西，只要你不断地向它要，只要你在要的时候讲得清楚。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在所阅读的书本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就是抛掉使头脑负担过重和会把自己诱离要点的一切。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力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唤起独创性的表现与求知之乐，是为人师者至高无比的秘方。莫扎特从不为永恒作曲，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他的许多作品均是永恒的。情感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是多么高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要是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上成为一种艺术家，在一个崇高的目标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获得成功。我从不想未来，它来得太快。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之谜。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等你们60岁的时候，你们就会珍惜由你们支配的每一个钟头了。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必然性的。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把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权威。在科学思维中常常伴注诗的因素，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音乐要求同样的想象过程。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我们的科学史只写某人某人取得成功，在成功者之前探索道路的，发现此路不通的失败者统统不写，这是很不公平的。倘若 A 代表人生的成功，那么公式是 A 等于 XYZ。X 是工作， Y 是游戏， Z 是保持缄默。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它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信念能由经验和明晰的思想来支持，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
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比的。没有牺牲，也就绝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唯一会妨碍我学习的是我所受到的教育。若无某种大胆放肆的猜想，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如果一个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的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并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的作用。科学研究基于同一法则，即一切事物的产生取决于自然规律，这也适用于人们的行动。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住世界的一切，推动住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凡是自命为知识与真理领域的评审员的人，都会被众神的善笑所毁灭。在一个崇高的目的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获得成功。我们一来到世间，社会就会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你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自命不凡的学者总会把事物变得臃肿、复杂和有破坏性，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努力是需要不凡的天赋和极大的勇气的。坠入爱河可不关重力的事儿。我想知道上帝的想法，其他都是细枝末节。世界上最难懂的事儿是所得税。现实及幻想只是非常稳定罢了。走出狭隘的自我，生活才真正开始。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思想。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住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通向人类真正的伟大境界的通道，只一条苦难的道路。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理论，它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
真正伟大的理论不仅仅是简单的，更是优雅的。科学应该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独立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需要对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和独特的见解。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你的思想，你应该自己思考问题。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在探索的道路上致力无甚用处。